Hello，射手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啦，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吧 ？OK， 好。首先呢，我个人会感觉射手座的朋友们这2到3周你可能会特别喜欢吃有关于奶油酥饼的这类型的小零食 ，OK 哈，就像那个有那种铁罐装的啊，然后有一颗一颗的那种奶油酥饼，或者是呢你特别喜欢吃那种有一层一层的，比如说太阳饼啦、老婆饼啦，类似像这样的小零食呢，或这样糕饼类的东西呢，会让你在这2到3周有一点感到无法抗拒，好吧 ？OK 哈，所以呢，这2到3周射手座的朋友们热量要请注意啦 ，OK 哈。好，那么呢，第二个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会感觉这2到3周呢，射手座的朋友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会特别跟这种庭园造景的东西有关哈，我不知道呢，是不是刚好你们家在做一些装潢装修啊，比如说可能会做一些造景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人你们是在学这个山水这种水墨画的哈，也会跟那种比较像这种庭院文艺的这种画风会特别有关联。所以呢，如果刚好最近这2到3周你在这个庭院这种庭院艺术嘛，我不知道那怎么形容哈，但我尽量讲给你们听。比如说呢，你在这个庭院造景，或者在庭院这种装潢，或者是比如说你的画风是跟这种山水画是有那种庭院那种氛围的哈，我觉得这2到3周应该是某部分射手座极小众射手座朋友们的讯息。我觉得呢，多多去接触这类型的东西，或趁这个时候好好去规划呢，我会感觉你有意想不到的灵感，甚至呢也可以找到你喜欢想要的装饰的这个物件，好吗？或者是材料 ，OK？ 好，那第3个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感觉这2到3周呢，射手座的朋友们呢，要特别注意身体有关于一些微量元素的摄取，特别是在铁跟钙这个部分。有可能刚好最近呢，你就在看要吃什么样的钙片啊，或者是刚好去做健康检查，有关于这种铁质啦、钙啊等等之类的，可能是你这2到3个月的重心。那呢，这重点不是重心哈，就是你在研究一个重心跟重点。那也有可能你需要听从这个医生医嘱的这个建议去做饮食上面的调整，或者是去摄取一些营养元素。我觉得这个部分呢，由于我不是医生，那我觉得你要遵照医嘱，然后去做你自己身体最适合的这个方式哈，然后让自己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吧 ？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在进入今天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我们2024年的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的线上试听会即将又要展开咯。如果呢你想要来学习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去转化你的思维，突破限制性的框架以及信念，甚至呢你想要摆脱这些旧有重蹈覆辙的模式以及习惯，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宇宙小学堂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试听会呢，是举办在台湾台北6月9号的晚上8点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来体验怎么样来参与小学堂的课程，以及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内容，也都会在试听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所以呢，想要来参加报名跟体验的同学们呢，欢迎你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都会把详细的资讯跟连结附在上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你有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侍者，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权杖5。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好吗？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哈？好。OK， 好，我觉得射手座的朋友们这2到3周的能量场还不错，然后你的故事也蛮有趣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吧 ？OK 哈。首先呢，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侍者，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说明哈。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抽到的是月亮牌卡，抽到的是命运之轮，抽到的是宝剑6。我个人会感觉这3张牌卡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哈。过去呢，可能呢，某部分的射手座的朋友们，你会深陷在这种人情当中的这种拉锯战，比如说
可能一边是妈妈哈，一边可能是媳妇哈，那你可能刚好是那个男生卡在中间哈，就是会有这种左右为难，但是呢前后好像又没有一条就是退路哈。可是呢，我个人会感觉哈，其实你困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呢，我觉得左右两边就像我讲的，那左右两边这种婆媳问题为难的这种状况的，你可能背后隐藏着很多担忧，或者是呢你思考了很多点，但是向前走呢，可能又会。我这样讲哈，向前走好像又会引发另外一个爆点，比如说这婆媳之间可能有问题了，你可能想说，哎，来缓和缓和，缓夹一下吧，殊不知呢说错一句话哈，你还意外的就是点燃的一个爆点，好不好 ？OK 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某部分射手座的朋友们在这样子哈左右环绕哈，然后又前后夹攻的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个人会感觉哈，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要推动上面来说呢，我觉得哈会有一点点卡在这里。可是呢，我个人又会感觉，在这个状况当中，你也不是没有作为，或者是就停留在那里哈。那刚刚我是举一个婆媳问题，你们可以自由灵活运用，套用在你们生活的状况当中哈。OK， 那我就继续沿用这样的例子。OK， 那呢，像那个婆媳问题呢，我个人会感觉哈，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思考了哈。我觉得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或者是你是过来看射手座的朋友们，就是cross watcher 呢，我个人会感觉哈，有一点像是说，这件事情啊。反正呢，前后也不能退，然后呢，左右也不能动。那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呢就先到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能够持平或保持和平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张宝剑六给我这个感觉，就是暂时还没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的选项出来，好的做法能够去做。所以这个宝剑四呢，你背在你的肩膀上，然后呢这边惜家带眷，我们先上岸再说吧。意思就是说，如果假设妈妈今天生气好了，我们呢暂时吧，哎，就这样子啊，媳妇啊别吵了，我们就先暂时呢把妈妈安抚下来，我们就先让这件事情先稍微平息，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在这样子左右夹攻前后也无路可退的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会觉得呢，射手座的朋友们，你可能会先拉拢其中一边哈，就是我们先这样吧，我们先顾大局，或者是安稳这个情势，或者是暂时先不要争吵，让这件事情有一个能够缓冲下来的机会。所以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非常有趣哦。这边我先给你看哈，你现阶段能量场是抽到圣杯3，抽到钱币2，还有抽到这个权杖6。这3张牌卡呢，我先给你看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来。这边呢是2个人哈，就是这个我们就这样讲嘛，他们是一家人，好吧？这爸爸、这妈妈、这小孩哈，你看到他们一家人上岸了哈，从哪里上岸呢？从这边上岸的。从这边上岸来之后呢，这边有一个钱币2的人在这边等着他们。OK 哈，好来，那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呢，有一个圣杯3，有一个权杖6，然后还有一个钱币2。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钱币2给我一种感觉哈，就是说，比如说假设好了，你们就决定啊，不然这样子好了，妈妈呢希望我们回家住哈，那我们就回家住吧哈，那你们可能就举家迁移啊，好了，那我们就听妈妈的话，先回家住，之后我们再想办法看怎么样搬出去住哈。然后呢，真正的你回到家里来了哈，就你从这艘船下来了，你要回到家里住的时候，这边有一个人呢，反而会有一点点觉得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假设哈，妈妈呢也不是真心说一定要你们回来住，她可能就是唠叨碎念一下，讲说，哎呀，你们都不回来看老人家啊，你们都怎么样哈，就你真的回来的时候，她反而自己搞得就觉得有点像骑虎难下哈，所以原本在里面跟你争吵比较强势、比较上风的那个人哈，他反而搞得一个有点像是自己骑虎难下了。OK 哈，那在这样骑虎难下呢，他自己我会这样讲哈，他有点自己搞到自己的一个感觉啦。就像比如说哈，我们再举一个职场的例子，例如说你的同事啦、你的主管啦、你的大老板啊，你们4个人啊吵成一团，这样吧 ？OK 哈，就后来呢。吵成一团之后，你们就说，哎呀，这案子怎么样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哈。那假设大家就是在推卸一个责任，你呢可能就变成那个说，好了，别吵了。都是我的错，那不然这样子吧，这些东西就交给我来处理吧。结果呢，他们3个人呢，反而呢，你正想说，好吧，这样大家不要吵了，我们就先这样子吧，稍安勿躁，先把这件事情安顿下来再说。来到现阶段能量场的时候，反而变成这3个人了。这3个人变成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射手座的朋友们把所有事情都揽去做了，我们会不会太过分啊？我们会不会就是到底在吵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或者是我们这样子会不会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他？或者是他一个人真的忙得过来吗？变成是这些人呐，就原本在跟你，就是我觉得不知道是争吵还是争论，还是想要争取些什么的那些人呐，反而他自己有一种陷入了一个，就是自己有点，就是我这样讲有点矛盾的一个状态。所以来到这样的状态之后呢，我个人会感觉啊，射手座的朋友们，你给我有一个感受哈，就是你做得很好，做得很好是什么意思呢？你坐在这一匹马上。
然后呢，大家所有的人都有点像是拥戴你，就说射手座的朋友们要出征了，他现在要去打这一场胜仗了，意思就是说你也没有在闪啊，你也没有在躲啦，好啊，搬回娘家就搬回娘家，好啊，这件事情要有人负责，我来负责吧。就当你变成这样子英雄的姿态之后呢，反而呢，周遭的人哦，不是跟你在这世界当中的人，周遭的人啊，反而好像有点像是就是拥戴你。然后看见你的价值，或者是觉得说，哎，射手座的人真有担当，哎呀，然后这个或者是比如说你的婆婆妈妈啊，哈，就是那些那个婆媳问题的哈，可能就是说，你看我这媳妇怎么样，很是大体哈，就反而呢有点我不能讲弄巧成拙，但是有一点像是因祸得福的感觉哈，反而呢这个人原本有点犹豫，但是你又这样子，他又不得不夸奖你，所以变成是说呢，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变成因祸得福，大家看到你的优点，大家看到你的大气，大家看到你愿意做的这些实际的事情，反而呢，身边的人不仅会拥护你之外，还有很多人呢会替你我这样讲好了，会替你觉得说。我们站在你这一边，或者是替你感到很高兴，或者是替你感觉到拔刀想要相助，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哈，我个人会觉得哈，就是来到这个挑战牌卡，这是一个权杖侍者。这个权杖侍者呢是准备要离家了哈，那后面有一个人在后面看着他，但呢他有一点像是心意已决，就是有点像说我已经决定我要离开这个，我们这样讲好了，离开我的另外一半，或离开这个家，或离开这样子的状况，这个就是你的挑战。意思就是说呢，当你进入到这个状况，你也附和或配合这样子的状况之后呢，这样子的相关状况人数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哈，你就会去思考，奇怪，身边的人反而觉得我很大气啊，我做得很好啊，我很有这个责任感啊，他们都跑来帮我了，也可能帮我说好话，也可能想要来帮我分担这些东西了。那这样子的状况，我到底要不要从这边再离开？意思就是说，我要不要把我刚刚讲嘛，有一个人他可能承担大责，就是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担当下来，你就在想，那我现在要不要分给我的同事呢？分给这些愿意支援我或者是愿意来支持我的人呢？或者是按照这样的这个状况，我要一直住在这个比如说我的婆家吗？还是说我最后还是要跟我的先生搬出去住呢？哈，这个就是我稍微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家庭，一个是职场，你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了。所以离不离开，要不要走，反而变成是你暂时为了安稳这个状况，而现在你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OK， 好，那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呢，你抽到的是圣杯骑士，抽到的是女王牌卡，抽到的是权杖3。OK， 好，这3张牌卡呢，在你现阶段的能量场哈，我个人会感觉哈。也正是因为呢，这个阶段你跟对方都有思考的空间，你跟对方也都看到情势的不同了，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当中呢，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哈，就是你呢最终还是会选择一个新的方向，但暂时不是时候。原因是因为呢，你这一张是权杖3，这个是女王牌卡，这个是圣杯骑士。你如果仔细看一下哈，这3张牌卡都有点像是在休息，因为她怀孕嘛，这个怀孕的这个女皇就是要坐在椅子上休息。这个呢，圣杯骑士呢，她也是喝杯水。站在这里休息 ，OK 哈。然后呢，这个权杖3呢是让这个老鹰就是展翅高飞，但是他自己站在原地。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呢，在未来这个能量场哈，跟你交手的这些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感受呢，还有这些不是事件可能形容词哈，事件跟这些你梦想跟目标哈，我个人会感觉它会来到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所以停滞的状态呢，我会觉得会行动是在更远的未来，因为你连未来目前你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权杖5，这个权杖5呢是所有的人在一个休兵的状态，就是原本这边可能是沸沸扬扬啊，好，然后呢就是很闹腾这样子哈，然后这件事情可能也吵得不可开交，结果却因为有一个人说没关系嘛，我们先来顾全大局之后，这整个情势好像有点翻盘了。那也正是因为顾了全大局之后，你虽然内心在思考要不要做，要不要走，但我觉得大部分的射手座的朋友们是会选择做一个变动，但不是现在，因为在未来，我个人会感觉哈，既然现在已经是天下太平，暂时无事哈，我们就先休兵吧。但是休兵并不代表未来你不会选择改变或移动，原因是因为呢，你在未来能量场是权杖3加权杖5，它是暂时休兵，但是它只要一旦准备好了，就会变成行动力很强的权杖8。OK 哈，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为了去达到目前这样子你我都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射手座的朋友们呢，或者是角色互换的话，你是愿意做出一点点稍微的退让、妥协或牺牲的。OK 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吧。宇宙验证牌卡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要告诉我们射手座的朋友们，好吗 ？OK 哈，今天射手座的朋友们，我觉得你这2到3周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呢，主要给你的这个双周的讯息哈，有一点像是说呢，如果这2到3周哈，能够先就是安定人心啊，天下太平啊，可能那个选项暂时是一个好的选项，因为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我个人会感觉啊，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或事件对不起啊，事件梦想或目标，今天一直讲错台词。
世界梦想或目标哈，我个人会感觉他会来到了一个比较能够商量的一个状况或者是阶段，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后面这个刚刚一开始这个能量场这边是有点火爆的哈，火爆来这边之后是有点平定下来，但里面呢各自的角色心里有一些额外的想法，但来到这边呢是完全沉静下来，就有点像是我们大家相安无事啊。可到后面我觉得这边是可能会有一个点或一个时间会在做一个改变跟变动的。OK 好，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如果你有一个能够安定天下的一个选择，或许它也可能是目前最适合你的选择。好，那来到这个过去的能量场，你抽到的这个验证牌卡是圣杯四 ，OK 哈，这个圣杯四呢，其实你可以注意看到，它这边是有3个圣杯的，这边是有一个圣杯递过来的，可是你看到这个人啊，他是躺在这边，有点不想接下这个圣杯了，这就有点像说，哈，这个婆媳之间为了要不要搬回去跟婆婆住哈，然后可能吵得不可开交哈，然后呢，婆婆可能是递一个圣杯过来说，来吧，回来家里住啊，家里住多温暖啊，我还可以帮你顾孙子啊，还可以帮你照顾家里啊哈，但这个女生呢，她其实是不想接起来的，因为她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她是很开心、很快乐、很满足的，就有点类似像说哈，你们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职场当中呢，就是我现在原本这边的小组啊，跟我的成员啊，我都过得很好这样子，结果呢，你的主管说来吧，我们要盖一个大改组啦哈，或者来吧，我们这边有一个更好的接下来的组织的变动等等之类的哈，你呢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好好的要莫名其妙去打破这个大家都很和谐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啊，在这边呢有一个圣杯3，在你现阶段的能量场，就是来验证你的这个过去的能量。原因就是因为本来好好的为什么莫名其妙要改来改去、弄来弄去、换来换去，然后意见又不合，这样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这边某部分射手座的朋友们，有可能有一个人是把一个东西包装到看似好像是好意。OK 哈，但是反而引起的这个轩然大波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为了要守护这个圣杯3，就是开心快乐，我们大家一起庆祝，或者是事情原本好好的，为什么要突如其来有这种风云变色的改变？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过去的这个能量场当中 ，OK 哈。但是呢，某部分很小众的射手座的朋友，我个人也会有一种感觉哈，就是极小众的讯息。这个圣杯3我个人会感觉哈。这个有一点像是你为了要去保护的人或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哈，这个可能要靠你们自己去想想。所以当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如果它会影响到你这个圣杯3，你可能就不会考虑。但是为什么我会说有一些射手座的朋友会退让哈？原因是因为退让或者是先求一个安好哈，是为了避免去影响到这个圣杯3，所以你的圣杯3在这里才会得以延续，就是支持你的人、看见你的价值的人、会巩固你的人，或者是爱你的那个老公，或者是支持你的这个同一组的这个组员他们是没有离开的。OK， 因为你们是一起下这艘船，然后呢又一起上到这个陆地上来，所以我才会说你会让别人看见你的价值，更喜欢你的人会更喜欢你这样。那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女祭司，那这个女祭司的一个感觉我个人会感觉这女祭司呢象征就是一个很神秘的感觉，你会觉得说莫名其妙这件事呢开始变得是我这样讲好了，跟你交手原本在这边闹哄哄的那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它反而可能会变得比较安静，甚至呢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因为呢他就是陷入了这一个我觉得他自己的焦灼或两难的一个状况 OK 哈，然后呢再加上你身边的这些人是非常勇在你然后支持你的，所以变成是说呢他的话语权跟他的这一种我觉得张力张牙舞爪那种张力相对的就变得蛮小的。所以在这里呢，之所以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女祭司，就代表说这个人先把圣杯给你，来到这边呢他又闷不作声，因为整个情况看起来好像不能说对他不利，但是好像比较偏向你那一方 OK 哈。那接下来呢，在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侍者，你的验证牌卡是这个圣杯8 OK 哈。这个圣杯8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有没有做好要离开的这个心理准备？这个人就是在这边投入这个圣杯8，他在想要不要走上这一条道路所以我才会说你心里还是会想，好吧，我暂时回来婆家住，好吧，我暂时就继续做我自己该负责任的事情，或你们不想干的，那我都通通拿来做 OK。那你当然心里也会盘算，也会为自己做一个打算，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挑战是你自己心里就好了，你心里知道就好了，你不一定要去跟别人讨论，或者是不一定要大声嚷嚷，因为在未来这个状况当中呢，你抽到的这个是圣杯7，然后还有抽到是力量牌卡 OK 哈。这个力量牌卡跟圣杯7呢象征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在透过这个挑战，也就是这个权杖4的挑战，该走该留，要或不要，切不切割，我觉得你自己想清楚之后，我们有讲未来这个能量场这3张牌卡都是停在这里的。这个圣杯7加上这个力量牌卡，就有点像说你要用你自己的力量
去驯服你自己心中的这个欲望。虽然你已经很清楚知道你要走要留还是要切不切哈，但是你要先靠过你自己的力量，把这些欲望先压下。因为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权杖5，你抽到的这个验证牌卡是这个宝剑8 ，OK 哈。所以这张宝剑8呢，象征的就是这个是休兵的权杖5，这个宝剑8是那个有点像按兵不动，所以我才会跟你讲，你们现在在休兵，你也按兵不动。所以呢，你必须要有能力先把自己心中有很多想法跟欲望，用你自己的力量暂时把它有点像是我不能讲说压抑啦哈，但是有点像是如如不动，不动声色，或者是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心中的想法 ，OK 哈。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冲破这个挑战到未来这个能量场之后，你之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圣杯7，象征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有很多想法，但是你必须要先把它放到一旁。OK 好，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射手座的朋友们这一次的双周呢，可能要再往下面2-3周才会知道真正的状况是什么。OK 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额外的讯息。要提供给我们射手座的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好吗 ？OK， 好，来这边有说呢，去做你自己的这个选择，问你自己哪一条路会让我比较靠近我神圣的这个使命？好了 ，OK 哈，哪一条路会让我远离这件事情 ？OK， 这边呢，我简单白话文就跟大家讲了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你要去做一个决定嘛，对不对 ？OK， 你的牌卡其实是天使跟宇宙重复在验证我刚刚要传递给你的讯息，你要去了解哪一个选择。你往前走会靠近你觉得对你比较好的方式，或比较好的工作，或比较好的未来的这个婆媳关系的这个选择，或者是哪一条路可能会带你远离。其实你这2张牌卡完全是在显现这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在照应这一张牌天使跟宇宙要额外补充给你的讯息。OK 好，我个人会感觉之所以为什么射手座的朋友们，你们某部分的人会先稍微让着对方。或者是稍微妥协一下，我个人会感觉这个可能是你可能心中有一个想法，我们先不要吵吧，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就先按照妈妈的说法吧，因为以后未来我们可能还是有机会可以搬出去，或者是做怎么样的商量，所以这个可能会离你们一家和乐的这个目的比较近，所以我觉得某部分的射手座的朋友们才会选择这样做。那另外那一条路可能会离你这样子的目的比较远，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很硬啊，你还是可以跟婆婆吵架啊，对不对？但是一家和乐的这个目的，你这个神圣的目的，那就不在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不是和乐融融的相处 ，OK 哈。但是呢，这边我先跟射手座的朋友们讲我只是在讲一个例子，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或者是一定要听你婆婆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心中很清楚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可以让目前在这2到3周跟你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来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好吗 ？OK 哈。但是呢，我个人会感觉停下来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按兵不动，停下来，然后可能暂时让这些牵涉在其中的交手相关状况人数都能够来到一个平稳的状态。我觉得未来它才会有商量的机会。好，这是我从你后面这个能量去感受到的。OK 哈。好了，那以上这个就是要给射手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我个人会认为呢，射手座的朋友们，你很聪明的，你自己心知肚明，也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哈。只是有些时候停下来呢，可能是要让我们看清楚整个局势，还有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方式。所以不要急，我觉得呢，在下一次的双周，你可以再回来看看看事情的进展是如何。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好好思考你想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要为自己做出努力，好吗 ？OK 好，好了，非常感谢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们会喜欢。